非常谢谢今天来的，想必都是档案控才会来听这一场。然后我非常开心，就是今天有机会可以请到北美馆的易婷跟思颖来做分享。那开心的原因当然是主要原因是因为作为一个做档案工作的人，我们平常在收档案的时候，我们是收到了一批已经整理好或者是还没有整理好的档案，然后我们用一个外部的研究型的眼光去拆解这些档案，决定他们要怎么被分类跟呈现。但今天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邀请两位用一个内部的眼光来跟我们说他们怎么去思考自己的档案该如何被分类。在分类的时候，我们都不可避免的涉及到要去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我们想要被其他人看到的，哪些是值得留下来的。然后这个挑选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外部的研究员没有办法，或者是很难有机会真的能够进一步理解。所以今天很高兴是能够邀请两位来分享。那另外一个更开心的点，当然是因为北美馆作为台湾非常重要的现当代艺术机构，北美馆的本身的历史进程其实蛮大程度上几乎可以反映了台湾的当代艺术的进程。那北美馆在梳理自身的历史的时候，势必也不可避免的要去思考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角色跟位置，他们自己在北美馆作为一个现当代艺术机构的角色，以及北美馆作为台湾当代艺术史里面的一个机构的角色各是什么这样。然后所以今天等到稍等两位分享完之后会有 Q&A 时间，那也是一样很欢迎现场跟线上的观众做提问。那我就话不多说，就请两位开始分享。大家好，我是北美馆现在的研究组，我是雷逸婷。那其实我先简单自我介绍，在美术馆已经就快30年。那表示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那个资料库是资料库之后我才进馆，但是即便是这样，美术馆今年40年，那表示我已经快工作30年了。那这30年当然前面有20年都是在展览组做展览，那最近6、7年是转到研究组的幕后工作，做一些比较属于幕后的研究啊、出版啊，或者是说比较内部的，就是大家比较目前光鲜亮丽的工作。但是也因为这样，就前面20几年在展览的那个马不停蹄的工作之下，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沉淀，或者是说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已经变成档案的东西收拾整理，永远都是在接新的工作往下走。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在转任幕后之后，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挑战，所以其实都是在做中学。所以今天也很高兴说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工作这么久之后，怎么再去沉淀思考自己之前的工作，怎么样再转到下一个阶段的内容。很高兴能接受到 AAA 跟 C-Lab 这个合作计划哦。那今天的题目是机构的自我档案实践，馆史资料库的建制与挑战。我今天主要我们有2位同事嘛，那等一下他会自我介绍。那我主要是比较是针对前面的历史的沿革，就是文献档案在美术馆的角色。那前面这从开馆到现在，我们这中间的历史演变。那分3个大项讲哦。第一个就是文献中心的建制跟沿革。那第二个是，那我们这些所谓的馆史的艺术档案，我们称它艺术档案，数位化的过程。那第三个是馆史资料，那在这个现阶段建制之后，我们最近几年如何去活化运用它的几个范例。那希望说，这个今天是用个人的经验来跟大家做分享。也希望能够透过分享，希望说我们所作所为能够对大家在研究或者是经验上面能够有所注意。今年是美术馆40周年，那作为台湾最早的一个现当代美术馆，从1983年12月开馆以来的各类型的展览办理啊，或者是作品的搜购典藏，或者是教育活动、研究出版，那甚至是馆舍翻修、移拨扩建或新建，或者是我们一些馆务的发展的记录，那都是
了解这个机关的一个关键的史料。那也是台湾现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从1970，因为是70年代才开始说要筹建美术馆，其实已经讲了几十年，就是我们在回溯那个历史。那到了80年代，你看这个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新建典藏库房在新建，然后艺术园区也在扩建新馆。那但是这早年这个是现在的典藏库房的基地，它现在即将地下化，然后这是停车场，好，这是现代美术馆的大门，就是当年盖好的样子。然后这个是现在大家熟知 EA 展览场，就最重要的国际展的一个展场，当年的空景，好，跟现在很像。虽然我们已经有逐步的修缮，但是这个每次看到这个空景都还是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个是典藏库房，就是这是40年前的样貌。那这就是2023年，我们现在美术馆，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新建库房，然后我们有一个艺术园区。其实我们应该已经比别人晚了，就是说跟全世界的一个国际扩建的案例比较起来，40年的馆，就是说现在才开始讲这些，其实也为时不晚了。但是我们自己也很期待，也很怕受伤害，就是因为馆舍老旧，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因为我们从40年来累积出版非常多的庞杂的档案，那大家可以想见，一个机构就会有一些公文签成的公文记录，然后也会有会议记录，然后也会有合约，有非常多的行政的函签，都是内部资料。那这些内部资料其实它都是一个馆史档案。那这些所谓的公文流程，它会留在一个机构的我们叫做文书室这样的档案里面。那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一些艺术档案，其实是除了文书之外的一些其他的，你可以想象，就是大家做的各式各样的事情所留下来的纸本资料，或甚至出版，或甚至影音档、影像记录，这些都是。那这些都是机构的史料，而且是持续制造中。好，待会就会开始介绍哈。1980年代的时候没有电脑，那所有的文件是透过打印的方式。那90年代，我记得我刚进馆的时候，一个组室才一台电脑，而且还是要按 DOS。那一直到90年代中期之后，才慢慢开始建制个人电脑，而且有时候还要排队去打字。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那个档案的那个留存方式都是透过纸本。那2000年左右是全世界数位化开始的时代那各个美术馆大概在2000年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开始进入数位跟数位典藏。好，我会透过一些说明跟图片来看机构的史料怎么转化为档案就是说，例如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透过资料的收集，然后再转化成一些档案的归类法。那我们也会就说以馆员的身份，对于自己产出的这些业务的档案怎么去归类。那其实因为大家可能会不断的听到我在说有分馆史，有分展览，有分教育，有分典藏，因为这个是最容易分辨，因为工作的属性的关系，最容易分辨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就会因为业务的关系有不同的组室，那比较容易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分类。但是在一个资料库来讲，可能这样的分类又会被打算，因为每一个比如说展览，或者是说教育、行销、出版，甚至总务秘书都会有类似的档案结构，那到时候怎么样去化整为零，又是另外一个结构跟思维。那当然作为一个能够再现台湾现当代艺术史的一个机构那我们自己的艺术档案建制如何在艺术史跟机构之间我们怎么样去产出新的一个想法，就说这个是一个举例就是后面会谈到一个微型的展览怎么样从再现过去，然后也望向未来。好，接下来就开始我今天先讲文献中心的严格。1986年是黄光南馆长的时候，那他成立了资料中心。右边就是89年图书室的样子。其实那个时候的那个馆舍看起来就比较老旧，因为大家
可能都参与的都是近10年、近20年的美术馆，这是40年前、30年前的美术馆的样态，它看起来就是一个过去的年代的样子。那今天已经被更新了，就是说内装啊什么的都已经更新过之后，就不是长得过去那个样子。那但当时这个资料中心全名是台北市立美术馆美术家资料中心。那时候是馆内的研究员李继明女士，她开始搜集以台湾个别艺术家为架构所建立的档案。那对象是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的艺术家个人的学经历资料、参考作品、画会参与或者是展览活动、评论书目这些。那这个中心就是它等于是向每一个艺术家普遍的征集，那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一个资料袋，那这个资料袋就一直放在图书室，它就是图书室的资料库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因为它就是一个档案建制，因为当年也没有电脑网络，所以其实很难推，就是连馆员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这个资料就一直留在图书室里面。那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其实历任馆长，比如说刚刚讲的黄光南馆长到林曼丽馆长，他们其实都开始致力的拓展美术馆的国际展览交流。比如说积极参加国际性的双年展，例如那时候1995年开始威尼斯台湾馆，1996年台北双年展开始用策展人的一个策划制，1998年开始有台北双年展的国际策划展的一个呈现。我的意思是说，当时其实最迫切的课题始终围绕在台湾艺术主体性跟如何去拓展国际接轨。所以就是说关于档案这件事情都不是档案保存或者是说档案如何再利用这些课题，其实当时并不存在，就是说没有最迫切的需要。那我们也一直都往前走，我们其实档案收着就赶快去做下一件事情。所以在制度建制或者是说保存这些当时的国内艺坛也没有很严谨的看待，或者是说美术馆自己本身也没有机构的一个迫切性。那即便是 MoMA 它在1929年成立的时候，也是60年之后的1989年才开始成立文献中心。意思就是说，其实这10-20年来我们才对档案或者说回溯自己的历史，那加上我觉得是因为科技的关系，大家才开始有这个迫切性，开始回过头来去找那我们自己的档案在哪里。好，2000年的时候呢，数位化时代来临，那本馆也进入了影像数位化的时代。那黄才郎馆长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成立资讯小组这样的单位，例如就是说大家都有电脑，然后也开始数位影像开始数位化的时代。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这样的一个正方形的那个 disk 去存档，所以其实就算我做这么久，我在2000年之前的档案也就是没有留存，因为你那个机器没办法读。那所以2000年之前都只能靠纸本，就是我们如果有心的人把纸本留下来就有资料，没有纸本留下来，那其实就是等于没有，因为它那个资料就不可读。好，这个是早期的，我们再往下看。好，2008到2009年是花博时期，大家还没有印象。然后那时候呢，谢小运的馆长，谢小运是馆长，他在任内就是那时候的经费比较充裕，就做了刚刚的那个老旧的图书室改建成现在这个样子。做了一些改变，跟现代就比较接近了。2009年开始呢，那研究组就开始执行文献数位化的相关工作，那就开始了文件扫描，还有录音档的整理。好，2011年起，研究组的陈淑玲跟胡慧茹这2位同事主动的规划文献中心的建制，那也开始会诊就是开馆至今的一些所有的产出的各类型的出版品的书目资料或者是影像档案。当时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邀请在图书室举办了一个美术馆的文献保存与再利用的国际论坛，它是一个闭门会议，记得我也有去，我看到你的那个照片。那时候就请了 MoMA、福冈美术馆，还有一些单位跟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去讨论如何去做我们自己内部的文献保存跟怎么再利用。那他们那时候的一些闭门会议的一些讲座，就变成了右边这本书。这本书现在其实也绝版了，但是就是10年前的书，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概念还是还蛮有用处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访谈，就是国内的学者的访谈也收集在这个季刊里面。就是大概从那年开始，就是美术馆就是真的是比较重视这部分，那有研究组等于是主政去做一些规划。然后2014年呢就开始规划硬体空间，2015年就完成文献中心的空间硬体设施。然后那时候的研究组组长詹彩云就提出了北美馆文献中心的建制计划书。那2018年呢，美术馆就有一个正式的图书文献中心5年期建制计划书，那时候就提出3个方向。其实这5年计划等于是说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确实也落实那3个大方向。一个是图书室跟文献中心的整合，就变成图书文献中心。第二个是文献中心有一个数位典藏系统的建制。那第3个是美术馆文献的档案搜集整理的一个规划。好，接下来就讲第2个方向，文献中心的档案建制计划。那文献中心在2016年开始启用，那2017年就开始针对全馆的这些档案要做收集。那怎么收集呢？我们那时候因为馆员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因为我们都是念艺术史的，我们并不知道档馆跟图资比较接近，所以那时候就是委托一个档馆人员，他做过朱明美术馆，那开始引进专业档馆的模式，然后呢也规划了文献怎么清理，档案怎么管理，那怎么命名，有事件跟那个物件的一些最少的文献分类的归档的做法。那这整个这样下来艺术档案的数位化的幕后工程是研究组的廖春玲跟档馆人员林金恩跟我们整个研究组的团队。那馆史累积了历年的展览的这些东西那其实就是像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大概不出这个范围。那把这些东西呢，这就是逐年的让它扫描数位化，然后之后其实它那个过程其实是蛮辛苦，那也需要时间跟大量的人力，因为你每一笔资料都要自己 key in， 因为当年都是纸本，那你现在就是你看到的每一个资料库的东西都是这5年来人工 key in 进去的结果，那你还需要校对，还需要比对，汇出汇入，所以其实是需要很大的资金跟人力去完成。好，这个是以前摄影室就是拍照嘛，还会有正片、负片120、135。那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把所有的东西整理出来，然后移交给文献中心。刚刚在讲说，就是我们开始文献中心研究组要跟各组室去征集所有的馆史。那刚刚摄影室是其中一个，然后这个是公关室的简报，比如说当年有馆长室的简报。那也有公关室的简报，那个简报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艺文资料，并不只限于美术馆，还包括所有的艺术家或者是艺文新闻简报，就是大概就是长这样。然后我们要进行，它移交给文献中心之后，我们就是会逐年的定期去扫描，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扫完。好，这是刚刚看过的就是说教育推广活动其实还蛮有趣的。那比如说你用英文 tour guide 就是很简单，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可是在40年前、30年前、20年前跟现在，你光一个专家导览就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所以你后来要在资料库呈现的时候，当初的命名都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样知道说它是同一件事？比如说就是一个导览，那你有人叫漫游，有人叫专家导览，或是各式各样。那演讲会会有叫演讲，有叫座谈，有叫演讲会，其实名称很不一样的时候，你在做资料库就是会有一个困扰。所以那时候呢，因为连文献，就是说连纸本的文宣资料，每一个时期的命名跟定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还要很辛苦的，就是说那有一个大白板，就是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写上去，然后再去做归类。归类之后，左边看到的这些很有趣的东西，后来就慢慢经过了2年的整理，变成这样的一个栏位跟栏目。那以至于说大家后来在要用资料库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座谈是叫座谈，演讲，但是可能演讲跟座谈这些基本的
在不同的时期，它的名称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今天活动叫对谈、座谈，类似，对，就是后来要怎么被后面的人归类，变成一个资料库的一部分。那其实这个都是其实就是我工作这么久，我都没有碰过。那因为党管人员反要求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要怎么去定义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还要自己去归类，因为党管人员不会去管这些。那就是等于是说，研究人员跟党管人员其实经过了5年的磨合，才有办法到后面，等一下思颖要讲的这些事情，才会有那个事情的可能性。好，那这个就是教育服务组交过来的语音导览，当年都是用录音带，所以录音带光转档这件事情也是要委托一家公司。现在这些公司其实也很难，就是其实这些数位其实可能跟国影中心他们可能都很类似，就是说你必须去转档变成数位化。现在讲到文献中心哈，那图书室我们有6万册的中英文资料，是国内算是少数专业的美术的图书资源。那因应未来的图书文献中心，尤其现在已经成立了嘛，但是在过去，这个是文献中心现在的样貌，库房跟工作区。好，我们就是因为因应现在的图书文献中心在2019到20年进行了图书室的空间改造，包括形象墙、入口灯光。因为图书室是展图书，那因为文献的话，那个 object 本身为了要展示，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展示报纸、书信、杂志或日记，或甚至一些物件是属于文献的东西。那为了这个功能，所以就改善了这些空间。我们甚至去想象，就是在当年了，去想象说，我们有可能去做一些微型的文献展，这是一个范例，当然没有发生。但是当年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想象，所以现在有了现代的空间。如果大家要有现在去美术馆的地下室图书文献中心走的话，现在是自力报系的一个展览，就是一个活档案的运用。好，那我现在就开始很快的讲一下那个我们图书文献中心成立之后的一些运用。那2021年开始之后，有2个方向，运用之一就是说我们会推出微型的一个文献展。那当初是从馆史做出发，我的同事廖春玲他就做了一个走向当代新展望的历程，那落实并展现文献中心这5年来从2016到现在一个馆史资料数位整合工作的成果。因为他就想说，那我就从馆史里面去发展出我要怎么去呈现我这5年来的工作成果，那就办了一个微型的文献展。好，这是展览的现场。那他这个展览是展那个新展望，新展望就是现在台北双年展的前身，从1984、86、88这3年都是竞赛展。台北那个叫做台北现代美术双年展。那到92、94更正一下，84、86、88、90是中国现代绘画新展望。那到了92、94的话，叫台北现代美术双年展。那这6项展览都是竞赛展，它后来就转型的成为现代台北双年展，就1996，它是用策展人邀请，都是国内的。那到98就变成国际。那主要这个展览是在讲说前面这些馆史它是如何转化的，就等于是说你往前看再往后看。那运用之2，我们那时候也规划了一个档案的开放计划，公开本馆有一个馆史资料库，还有一个艺术家档案，能够供内网的查询跟浏览。那希望这边就是一个查询区，就是刚刚的空间改造的其中之一。那当然这是2021年当时的一个状况，跟现在又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进化。好，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做馆史资料库跟展览资料库。其实这些资料库因为当时都还没有做完，所以只能用内网的方式去呈现。然后这是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了，后来就会变成2023的展览资料库。其实现在如果
这是透过申请的，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如果现在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去看。虽然我们即将推出另外一个新的资料库。好，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去内网查询，就是你必须透过申请来美术馆，因为它就是没有授权的关系，就是有4位艺术家，这都是阶段性的任务。比如说我们这些艺术家里面，它是一个档案资料夹的一个概念了，就是说跟资料库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我们后来也会反省说，这个可能不好用，因为很少人使用，那你必须透过申请来美术馆里面看着电脑去浏览，也不能下载，可能对研究工作不是很，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很为所欲为或尽心尽力的用，所以后来我们才有进行一些调整。好，那运用的3种就是刚刚等一下思颖会介绍的资料库，所以我就暂时不讲。第4个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说我的另外一个同事就刚刚讲的，就是做微型展的，那他也运用了我们的馆史资料，以北美馆的展览研究、展览机制的开端为题，针对早期的展览去做分类、分析，做数据案例分析。那他因为这是他个人的研究，所以呢，他那时候就是做了3年的档期表吧。因为其实档期表，有些馆员觉得说这是内部资料，不应该公开。但是因为如果我们把馆史资料所有的展览的数据都在资料库上可以看到，那有人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去做一个，比如说档期表，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当年的展览70-80档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后来资料库还会有多平面图，就说有不同的资料再去做呈现的时候，对于研究人员就会有产生不同的产出。那这个是前面的同事的产出，他这一篇也变成一篇文章，登在现代美术2022年的4月。时间的关系，我本来还想说，其实另外一个馆史资料库的分享是前阵子的狂80的展览。那因为我们先不讲，今天不讨论展览，就是因为展览之前，他跟研究组，就那2位老师跟研究组，其实王馆长还没当馆长之前，我们在现代美术已经做了很多的专题。那专题就是其实有大部分的资料，因为那时候是平行的合作。那对我来说，因为80年代的外部的活动跟80年代本馆的开始，那因为我们刚好研究组也在做这些馆史的整理，所以对我来讲，我参与那个研究计划，我也是用馆史资料在爬书，或者是说寻找一些研究的契机。那时候除了带状的启蒙80的这个一个铺陈之外，我们那时候也办了一个台湾80的，那时候也有请刘威去讲一下80的展，就是说利用馆史资料，我们馆员会有馆员的一些新发现，那再配合外部的一些资源，姑且不论说展览的成效，但是确实那个展览有运用到馆史资料的一部分。好，这是一个运用。好，那这个是文献中心实体库房，因为大家绝对是不可能看到，所以我就是大概让大家知道，其实跟全世界我跟思颖在今年有去做一些参访，各个美术馆的档案库大概8-9不离10都是长这个样子。比如说有幻灯片啦，或者说这个比较有趣的是展览公文是这样。好，例如文书是刚刚讲的这些存档是这样，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早年40年前的公文的样态。好，那我这个部分就先介绍到这里。谢谢。谢谢奕婷的介绍。因为我其实来北美馆呢，首先我现在应该是要先感谢 AAA 的邀请来这边做那个就是数位艺术资料库的分享。那还有就是我在北美馆工作也超过20年了。那之前也是跟奕婷一样，大部分是在展览组，然后去年2022年的年中，然后才接研究组的组长。那之前的话还是担任展览组的组长。那当我接到那个就是研究组的组长的时候呢，其实我2013年也有短暂的在2年多的时间在研究组，可是呢后来回到展览组，然后后来就接展览组的组长。那我觉得我这次再回来跟之前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多了一个数位典藏系统。那数位典藏系统其实对我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其实很努力的想要去了解它。那刚刚一婷呢，其实爬梳了就是整个北美馆，如果我们认为它能够体会，它能够就呈现出那个就是作为一个1983年第一座就是现当代美术馆，然后它呢伴随着呢台湾当代艺术的发展，可以呈现出台湾当代艺术发展的精神的话，那么呢其实它的档案其实就有相当大的重要性。那今年刚好是它成立40周年。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年4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一项重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就是已经磨建超过10年的这个数位典藏系统就是它主要的是一个1983到1994年的展览资料库呢，能够让它对外开放，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在呢就是北美馆前10年1983到1994年这段时间，那是一个手写办展的时期，手写就是执行美术馆展览业务的时期。那它的那些就是一些它的脉络，然后呢是怎么样子可以被就是从实体经过了因为数位科技，然后呢实体数位化以后，可以供大家来就是浏览跟爬梳它的脉络。那呢刚才呢我们已经有讲到说，其实呢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呢主要呢根据这4个大项，然后来做我们的数位典藏系统，就是馆史，然后还有展览、教育跟出版哦。那呢我先讲一下哦，所以这个数位艺术资料库，它呢绝对是一个以北美馆的艺术资料库，它是一个以机构为范围的。通常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在档案就是为了要整理现当代艺术，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数位典藏系统。那北美馆的话，它是以机构为范围，所以呢这个馆从1983年成立开始，它的重心就是放在20世纪初到至今的现当代艺术。那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美术馆，所以它包含了研究、展示、推广与典藏各个面向。那我们这个数位典藏系统就是要把这个就是馆史资料库，就是要开始呢去让这些征集馆内历年来的一些展览、学术研究跟教育推广，以及呢相关馆部运作所累积的档案资料呢，能够呢透过数位化，然后呢保存下来，然后呢让之后的人，无论是馆员还是研究者，都可以呢透过呢这些档案的查询，然后呢来了解北美馆历史发展的脉络。那呢这个数位典藏呢，其实它基本上呢，它就是因为呢就是一个虚实共构的平台概念。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象，因为北美馆呢除了现在在新建典藏库房以外，我们还在新建艺术园区。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到这个数位时代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想象这个建筑的实体，这个建筑的实体相对来讲，我们工作都是用电脑在工作，它还有一个虚的空间存在，所以它是一个虚与实必须要呢共同思考的一个概念。然后呢那这个数位典藏，它就是一个在这个虚空间跟实体呢共构的一个平台。那所以呢其实这个数位典藏，其实它基本上就是就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digital， 就是 physical 加 digital 的概念哦，文化技术概念。所以呢就是重点就是我们要在 on site 跟呢 online 之间呢，然后呢共同创造一个虚实整合的数位应用平台。那我们其实很快的，我们再去衔接刚才那个就是之前有看到的年表，所以给大家看，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是经过从2009年以后呢，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个实体资料呢，然后呢经过一个数位化，那呢就是说我们把那个前面啊还在手写那些公文的那些实体的资料，先把它数位以后，然后呢让它能够呢透过，其实呢数位典藏它就是一个共工的一个概念，它必须要经过呢当然就是资讯人员的架设一个网站，然后呢还有图书资讯背景的人来架设来建构这个典藏的栏位，然后呢最后呢再由
就是馆方资深的人员或者是工作的人员，把他呢辛辛苦苦的结晶呢，能够内容能够就是呢输入这些应该有的栏位里面哦，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呢把我们的所有的工作的精力跟心血呢，让它能够呢透过数位技术呢完整的保存下来。那所以呢，就是就以文献中就是馆史这个概念，文献中心的馆史来讲，所以它其实涵盖了各个不同的单位、展览，然后资讯小组、行推、典藏、研究发展、教辅、摄影、美工各种不同的一个就是工作面向。然后一个小单元呢叫事件，一个各个小单元会组合我们叫物件。例如说一个展览，它可能会有就是保险运输、布歇展览、请柬海报、说明书、专辑，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事件，但也可以再把它拆解成可以说是物件。它对展览讲它是物件，但是这个物件也可能是更小单元的一个事件，就是呢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一个最小的一个单元叫做物件的这样的概念，然后再由事件组成物件去构成一个主题式的资料库。就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结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刚刚说一个馆史资料库，它涵盖各个不同馆组就是工作的面向。那它的那些大项呢，就是给大家看，其实它可以是展览，可以影音，可以声音，可以影像，还有媒体，然后还有出版，然后这些各种还有发行，就各种不同的展览，然后计划、教育活动、出版这样子，还有就是可能还有包括新闻稿等等。那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了今年40周年呢，我们首先呢即将呢就是要努力的正在努力想要呢对外开放的，就是呢这个1983到1994展览资料库。当大家在试用的时候呢，就点到展览类型。那展览类型基本上我们其实呢，应该这样讲，一个资料库它最主要是档案呢，它最主要的就是跟关心人有关。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应该说这个资料库里面，它涵盖了这10年哦。我们现在从1983到现在，我们其实总共已经做了1530个30档的展览。那所以呢，但是在前10年，我们就已经做了665档的展览，所以它已经占了我们就40年来的43%比例。那我们客观上面先来初步的分类，我们把它分成4大类：申请展、征件竞赛展、典藏展跟国际交流展。那大家看一下，就是申请展跟征件竞赛展呢，主要它是一个公开征件的一个展览项目。那还有当然就是还有典藏展跟国际交流展，那也可以再分为就是邀请的展览的一个项目哦。那我现在首先点一个，就是1986年呢早期画家作品的展览，石川清一郎的师生特展哦为例。那所以呢，可以看到，就是它呢，当我们点展出的时候呢，我们会有看到作品清单，那就可以看到呢，当时所参展的作品。所以呢，大家可以在作品清单里面呢，可以看到就是当时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参展作品，但不是每一个展览都有，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因为呢，其实这些在早期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都是就是用手写工作，所以并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建立一个工作大表，所以呢，有一些呢其实清单是不全的，然后呢，而且他要记得当时的那个就是作品的翻拍，其实都还是一个底片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都要一张一张把它数位化，所以作品清单的建立呢，其实有时候是依赖展览专辑，所以我们会去翻拍数位化展览专辑，然后我们再去就是试图去建立那个作品清单，然后再去比对，然后再去看极尽的希望能够比较接近当时一个展览的一个作品清单的样态。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那个专辑呢，它并不是等同于就是真正的一个展出作品。那这个应该大家都可以了解，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呢，就是接下来呢看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文宣出版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当时的邀请卡，然后可以看到海报，
也可以看到展览专辑。但是呢，因为版权的关系，所以像展览专辑或者是呢一些跟授权有困难的地方呢，这的一个项目呢，其实是还是必须要呢，就是来北美馆来查询，或者是在内网来那个看得到。那我现在先跟大家讲，所以我们这个资料库，我们说其实它年底的时候会对外开放，就是提供服务。其实它有2种，因为著作权的关系，它会有2种形式。一种呢，就是它是线上官网上面可以查看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必须要来美术馆内网可以看的，再进一步看得到的。那些呢，像譬如说像导览的一些声音档，所以你就必须要来美术馆的内网，你才有办法听到。那还有就是一些评论报道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现在美术杂志的文章，那因为其早期呢的授权呢也还没有完全的取得，所以呢，其实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来北美馆来做查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米罗的梦幻世界，就是的这项展览哦。那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呢，希望能够重建哦，就是当时的一个展览现场。我现在举的这2个案例呢，就是说它的资料量呢是比较完整的，可以示范给大家就是说明。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服务呢，然后让观众能够就是有一种回到呢，就是1986年，然后就是80年代美术馆刚开馆的时候呢，它所办的一些国际交流展或者是国内策划展的一个状态。那一样就是说，我们会尽量的呢，在分类上面做展出、文宣出版、公关宣传，然后以及评论报道，然后这些项目，然后供大家呢能够来浏览。好，接下来呢，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呢，就是我自己在观察这个就是我们的数位艺术资料库的时候呢，发现所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一个可以反映北美馆前10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就是说呢，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它分成申请展、跟竞赛展，还有典藏展跟国际交流展这4个大项。那呢，可以就是观察，就是说其实有趣的就是说，事实上呢，它是一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确定它要走现当代美术馆嘛，它有没有就是真的去落实这个目标呢？那呢，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表里面看到，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其实呢，在这10年里面，从1983到1994，它总共办了665场的展览。那你可以看到，1983年12月24号的时候，它刚开馆，所以呢，它其实当时呢有10项联展，就是一起推出。然后到1984年开始呢，它到1992年左右，它大概都维持在45到60几左右的展览数量。可是到1993年到1994年的时候呢，它忽然暴增到93年90、94年93个展览。所以就是说，其实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1年才几档展览这样子，然后但是呢，在当时呢，就是说，其实他们的展览1年的展览数量也可以达到90，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他们工作人员换展的频繁度那这个数据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在这10年里面看到有一项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是联展。然后，但是有一项的这个展览，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其实它在最后93、94的时候，它其实暴增了20-30项展览。所以呢，其实它就是它暴增的可能是什么呢？那很可能就是个展，就是说其实个展是在数量是增加的哦。那一样的哦，就是在这10年之间呢，有就是国内展呢，其实它差不多就是在10几20个展览左右。可是呢，它的国内展其实数量也大幅的增高哦。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趋势。那这项呢，我们可以来看哦，就是说，其实呢，这个表里面哦，要讲的就是说它的展览，因为就是
的一个分类我们刚刚讲到它有分典藏展，然后申请展。这申请展特别要注意，申请展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比较能够理解，就是每年都会有艺术家的那个申请个展嘛。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就是在1983到1994的时候，它是从91年开始，它有所谓的前卫与实验。那我所谓标黄光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呢，前卫与实验呢，其实它推出的时候，它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青年艺术家，以及就是保持一个自由开放的精神。然后在征件竞赛展的部分其实非常的多。事实上呢，其实现在还列出来的还不是完整的那它有台北市美展，比较重要的是新展望跟台北现代美术双年展。然后呢，红色方框里面的，不论是水墨创新啊、雕塑大展啊、台北市儿童画展、台湾区学生美展、世界儿童绘画展、全国美展，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这前10年里面北美馆其实它事实上它跟我们想象中的就是所要肩负的一个社会的那些责任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就是说他还是要办学生美展啊、儿童美展啊，而且呢，同时他其实还曾经也有那种神像征件展，以及也有呢花艺的征件展，还有呢风筝设计的征件展，这些都还没有列上去，因为他们可能只有办1次就不办了。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像这种什么学生美展啊、儿童美展啊、世界画展啊、全国美展，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呢？就是在92年的时候全部都停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些特殊的展，这些就是比较一般的展览。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再看就是说像新展望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项目，1984年的时候就是开始举办。既然叫新展望，那它就有它的一个筹备宗旨。它当时的筹备宗旨其实是希望说能够就是北美馆成立的，希望能够提升就是台湾的美术水准，然后呢达到那个新传的精神，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么清楚的现当代艺术的概念呢？这个就是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所以就是跟大家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新展望它其实跟水墨创新、雕塑大展这些都还有分水墨跟雕塑还是分科分类的。那也是一样到了90年代、92年以后，水墨雕塑这种分科分类的现象就再也没有了。那呢，我这边就开始来看就是所谓的新展望第2届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在讲说它是为了要发掘有潜力的青年美术家，扩展绘画领域，这还是很泛的一个说法。1986年的时候，到1990年代的时候呢，中华民国现代美术新展望，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第2届叫中华民国现代绘画新展望，1984年成立新展望，那呢1986年叫中华民国现代新展望，1988年还是叫现代新展望，一直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它开始叫做中华民国现代美术新展望，同时它不分科了就是它是全然开放、完全自由，发掘更多具有创意与时代精神的作品。到了95年，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申请展的时候，它其实那个系列叫做前卫与实验系列。那我们现在讲到我们的申请展的系列叫做艺术家个展系列，这是一样的概念。那前卫与实验的这个申请展，以前卫与实验为名的申请展系列呢，它其实呢的一个最高理想就是要让新形态的艺术找到一个拥有发言免责权的表现场域，因为前卫的精神也正是一种追求自由表现的精神。所以呢，其实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什么时候有前卫与实验这个展的，是在91年的时候办了4届，办了4届以后，在95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专辑。所以他在他的一个就是前言里面有提到一个这样的一段话那92年的时候呢，就是说1992台北现代美术双年展，我们刚刚讲到新展望，到了92年的时候，它呢正式更名为台北现代美术双年展那所以呢，其实它也就是说，在宣告北美馆1983年开馆以来，是要揭示现代美术的前瞻性、国际性与原创性，开始要办理就是双年展的竞赛活动。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
在这前10年以内这些不论是新展望到这个现代美术双年展到94年这段期间，它都算是一个征件竞赛展，它是要鼓励更多的艺术者参与，同时要呈现国内外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也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我们我们把这4个展并起来看的时候，就典藏展、申请展、征件竞赛展跟双年展来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申请展其实数目一直都是非常高的然后在这10年的比例来看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申请展跟征件竞赛展的一个占比其实是超过1半的。这其实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策划展，或者是邀请展，或者是国际交流展、特展、台北双年展，我们申请展只有4档而已，然后还有一个台北奖5档。可是呢，在当时就是在前10年的时候，它的不管是40、50、60项，其实它每一年的展览的一个占比是占1半的那呢，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到这边先跟大家就是透过这个资料库，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其实呢可以观察到一个所谓的我们在讲就是北美馆它在开馆前10年的时候，它的一个样态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发现那接下来呢，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要跳到一个，我觉得可以先跳过这个就是我可以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1994，就是台北现代美术双年展，它是一个竞赛展。那呢，其实呢，接下来我们要讲台北双年展，就是刚好现在11月18号，我们现在的那个台北双年展要开始了。那我其实曾经在那个就是2016年的时候策划过这个台北双年展1996到2014，也可以顺便提一下那这个展览为什么可以做得出来？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从1998年做双年展，然后做了10届以后，我们的一个总回顾那呢，我那时候其实也是有查那个北美馆的馆史资料，就有讲到说，在1995年的时候是张振宇担任北美馆的时期。那在9月20号的时候，他们讨论里面其实就有讲到之前的那个就是台北现代美术双年展呢，那都是用一个就是说都是用竞赛的方式。所谓竞赛的方式，就是说呢，它是 open call， 你可以投件，你投件以后，它会组成呢那个国内评审跟国际评审做2阶段的审查，然后呢通过以后，它就可以参加那个现代美术双年展。可是到了95年的时候，这个阶段呢，他说呢，双年展应该要定主题，而且呢，就是以邀请的方式来取代竞赛。所以呢，就是96年的时候呢，其实呢，那个就是双年展开幕的时候呢，这个1996双年展呢，就是首度，它是台北，它是1996双年展，英文才叫做 Taipei Biennial， 那个1996那它首度是以主题性策展，而且取代了这个评审的竞赛模式，而且是以台湾的艺术主体性作为主题。来凸显呢台湾本土美学策展目标，就开始说呢，他要6位不同的领域的专家来担任策展人来规划议题，包括萧琼瑞、蔡明宏、谢东山、李俊贤、陆况跟罗志成。那其实当时呢，就是这个展览呢，这个回顾呢，其实它包含了就是过去、现在跟连接。其实现在跟未来，就是现在这个过去的部分呢，其实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等于说是1996到2014的一个双年展的展览文献网站，大家现在还是可以在官网的研究出版那个项下找到。那展览的话呢，就是把一些仍然就是参加过双年展之后呢，再继续发展的一些艺术计划，好，就是再把它展出来，以一个物件的方式，一个物件档案的作品物件档案的方式，再继续展出在这个回顾展里面。那是在3楼的一个那个回廊上。那未来的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就是用座谈的方式，找吕佩仪跟许文瑞来讨论我们双年展该未来的一个走向，跟它的一个艺术生态啊、机构政策啊等方面还有国际交流等等面向的一个活动。
那讲完这个展览史，因为我们就是1983到1994展览资料库，其实它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北美馆的展览史资料库，所以我刚刚就是呢花了一点时间去爬书这个关于这个展览史资料库它可能可以有的一个观察。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讲的是馆史资料库，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内容更为丰富的，就是包含着所有的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教育啊、展览啊、典藏啊、出版啊等各种就是资料的一个资料库哦。那我们在这资料库里面，我们也建立了一个知识平台，叫做现代美术 Plus Modern Art Plus 哦。那它是主要是结合了2种北美馆的40年来所出版名为现代美术的刊物哦。那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在网络上看过哦。那所谓这个现代美术呢，2种刊物，一个是1984年1月1号开始发行的现代美术杂志，一个是1998年开始发行的现代美术学术期刊，这些都到现在我们都还有在继续的发行哦。那因为我们呢，其实在做这个，在这10年来做那个馆史资料库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些出版的那单篇文章都已经扫描数位化成为 PDF。那我们知道，其实书呢，它关起来放在书架上，它就是永远都合着。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打开来。我们就是在一个希望能够促进就知识呢那个传播的一个想法下面，我们来做的这个知识平台哦。那所以呢，现在我们到从2018年今年开始，我们其实除了出实体以外，我们也直接上稿，所以大家呢其实都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网站的内容。可能大家就会问啊，既然直接上稿，那实体跟那个上稿有什么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说呢，其实就是说呢，其实线上它会有一个著作权的问题。然后呢，现代美术的杂志呢，其实它的图版是多的。所以呢，没有办法完全取得图版授权的文章啊，那就是它就是放在实体里面。而且实体呢，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杂志其实既然是美术馆的杂志，其实它就会跟不同的领域的人合作，所以我们也跟设计也是设计者或艺术家合作。所以呢，其实这个杂志它实体杂志的一个设计，其实实体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有它收藏的一个目的啊，用意。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很方便的就带着你的 iPad 或是你的手机、电脑，你就可以呢随时的把40年来北美馆的这个2种呢名为现代美术的刊物，就是你可以随时的查找。就是呢，譬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哦。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无论是在研究学术期刊里面，或者是杂志里面，我们谈到关于战后的一些专题文章，然后会综合在这里。然后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很方便的来查询。那也就是呢，其实你很快就可以知道说，北美馆这40年来对于这个主题呢，他做过哪些研究。然后呢，我们其实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以外，我们还设计了线上特辑。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们要如何能够来活用档案这件事情。那因为其实是这样，就是档案呢，它其实经过了实体的一个数位化，然后我们也要把数位实体化。那事实上，我们经过我们的一个就是策划进来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然后脉络化以后呢，我们再把它组成以后，它就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呢，我们是聚焦这个议题，但我们同时也发散这个议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起了一个活化档案的一个循环哦。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是我这边有策划一个活档案影像力的那个，就是关于自力报系1985到1994的摄影专题的一个研究专题。那它是有文献展，它也
也有那个就是请陈嘉琪研究学者陈嘉琪做了4场的一个座谈的策划，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座谈的一个内容，我们也是把它能够用侧记或者是用一些书写的方式，我们就会把它做成线上特辑。所以就是说，等于说，其实呢，如果杂志如果跟期刊学术期刊，它没有办法就是讨论到，但是一个美术馆，它其实会办各式各样的活动，不限于就是某个面，就是会有教育的活动啊，然后各种推广活动。如果它是好的，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再把它整理起来。因为就是应该要想的是说，为什么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杂志？就是因为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讯息都太过于发散，但是呢，我们透过这种就是出版跟杂志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重点再汇整起来。汇整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呢，再作为我们下一次议题的延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列一个线上特辑的缘故。那呢，我们在做数位艺术资料库的时候，我们面临到极大的挑战，必须要承认这件事。就是说，首先呢，尤其是早期的一个档案，其实它基本上呢，我们常面临到的是一个档案散佚，它可能是没有留存，就当时没有觉得没有必要留存，或者是没有妥善的保存，或者是呢，你现在看到的可能在当时呢，这不是它的重点。例如说那些照片，你明明想要展场，它是偏偏想要拍人。所以就是说，事实上，其实在整理档案就是就是非常的就是花费人力哦。那还有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专业人力的缺乏。因为我们讲到，就是北美馆它在40年前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并没有电脑。然后呢，但是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会有档案，也是因为你有历史。那它没有电脑的时候呢，其实它就不会有这个当时的组织里面就不会有资讯这个专业团队。那所以呢，其实而这个数位典藏计划，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它其实是一个共工的工作，它必须要有不同的，是馆内同仁都要共同来合作完成的，还包括数位资料设计，还包括网站建制、资讯人员。那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未来其实在思考新馆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是就是要知道说，其实资讯专业团队的重要性。还有第3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取得授权的困难，就是因为在一个那个著作权就是意识高涨的一个状况下面，就是呢，我们其实呢，我们希望知识广宣，我们希望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更能够很快的能够找到就是重要的一个资讯，可是呢，其实碰到的著作权就好像碰到一堵墙一样，就是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再花时间，要花极大的时间去处理这个著作权的取得。那早期的时候更没有这样的一个常常在签这个合约的概念啊。所以呢，也许未来我们可以更主动的来做线上征求作者的文章授权的这个活动。那最后一个第4个就是说，我想到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现在很多新的美术馆，那事实上可以一并思考，就是如何去把这个所谓档案建制的一个系统的思考进去，然后呢，能够呢，就是让大家就是花费很多的创意啊跟心力的这个工作，可以呢就是共同的，然后在一个就是数位档案建制的系统里面，能够呢得到一个很适当的保存，因为对未来工作的推进跟未来其实对一个馆的发展的脉络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呢，我的结语就是说，其实这北美馆的一个数位典藏计划，其实当然就是说我们觉得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真的是反映了台湾现当代艺术的演进历程。因为你刚刚看到，不管是前卫与实验的申请展，都是那时候像很重要的艺术家，其实都有参与过，像包括我们现在的馆长，他也参与过前卫与实验的这个申请展哦。那还有就是呢，第2项就是说，作为当代文化传承与教育的重要平台，所以呢，我们其实透过虚实共构的一个平台上的策划跟使用，然后
借由议题的延伸跟观念的聚焦，然后利用档案呢，利用这个活用这个档案，能够呈现更丰富多元的主题。那不仅能够扩大呢视野跟观众的体验，也能够呢希望也期待能够建立更丰富的知识体系。那我的报告到这边。非常谢谢那个依婷跟思颖两个分享，然后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就刚刚分享的内容其实十分庞大，然后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就是这相关的工作大概需要多少个人力跟心力投注这样，然后其实在做档案的时候，应该说我刚刚听下来，我们先不论说啊那个东西有多少，我常会就是这一年来在做档案的时候，有一个蛮大的心得是，就是当我们谈比如说机构的时候，机构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中性的凭空生出某个东西来的一个存在。很多时候比如说档案的建立或者是什么事情的演进，通常都是某个人在某个当下做的那一个决定。然后所以我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当然我们讲机构档案的时候，现在其实就可能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了两位的背景跟意志。然后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就例如说当我们自己在做档案的时候，我要为档案整理出一个架构时，这个月的我可能会觉得上个月的我的那个架构不够好，必须重新去推翻。所以想问说两位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说就是你们怎么回头去看这些档案的时候是不是有不同时期的概念的挑战跟自我冲突的地方？这个问题就会立刻联想到我们两个的背景，因为我们都是做展览。那在做展览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一个展览？它有它自己的结构。那但是你回到了这个，比如说资料库，或者你要做档案管理的时候，比如说，好举例，我要做一个盐水龙的回顾展，我在做展览时候，我自己的内在的结构方向一定是以展览为出发。但是当我一个展览组的身份到研究组的时候，我要来做我的艺术家档案管理的时候，那 Artist Archive 跟 Exhibition Archive 是截然不同的概念。那这个时候我自己要怎么转化？例如我以自己做例子，我当年做盐水龙展或者是王信的展览，我做展览的出发，我回到了研究组之后，我要做一个艺术家的档案的结构，或甚至后来就是比如说要做到研究组的一个资料库，要怎么去分类的时候，那这两个人格冲突就是在结构上就是会有不一样的。那我原来的一个思考跟后来要怎么去分析，那甚至要转化到刚刚讲的，比如说每个业务单位有展览的，有教育的，有典藏的，有行销的，那这个的内在的分类就是有这样的分类法，也有这样的分类法。那因为已经不是做展览了，所以你要怎么弄到资料库里面，你就要变成自己要去做转化。所以当时也听了档管人员的一个建议，比如说就会有你用展览做出发的一个结构跟做资料库的出发的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就会去做不同的分类。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等于是说自己要自我转化。那也消化了很久，试了非常多的方法去做不同的处理。那目前有顺利的转化过来，才会有一个资料库的一个连接。比如说你有不同的一个连接跟关键字的搜寻，可以去做不同的一个产出。那这是一个小小的心得，就是自己在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嘛，上个月跟这个月的变化，我去年想的一个结构法跟今年有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认知之后，所做出来的结构分析就会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其实是那个冲突可能是在于所谓的也是一样，就是主题的分类，就是譬如说我当时跟那个档管人员讨论，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分，就是怎么去分那个展览的属性。那事实上其实对于所谓档管人员
他们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就是他们在意的其实是这个资料的一个中立性跟客观性，所以他们认为的是说，其实这个资料就是跟这个当那个资料拥有者就是关系人的意思，然后呢是最直接的，但他并不去判断这是不是一个就是说他只是中立的判断，他认为什么都要收就对了。譬如说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比较少啦，新闻稿没讲什么，可是他可能就会觉得每一篇都要扫，因为每一个都不要漏掉。那么未来不同世代的人，他可能要用的时候他就找得到，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我现在觉得不重要，你怎么知道你之后的人觉得重不重要？然后或者是前面的人呢，他可能觉得拍空场不重要，要拍参加的人比较重要，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困扰，我可能就会希望最好都不要有人，然后我就可以看那个展览怎么布置的。所以其实那个重点，或者是说其实之前还有为什么档案会不在，可能就是摄影师的人他可能觉得拍了这些照片以后他就送给艺术家了，他不见得会留给馆内耶，然后所以就变成说他那些空场的照片，我现在是以空场为主的照片，它会出现在专辑里。那如果说我想要再去重新建制一个展览的一个设计好了，展场设计，我可能要找的资料就可能是要从专辑里面我才看得到，或者是说我必须要从艺术家那边再要回来。就一直就是说，所以呢其实对于我觉得那个冲突就是说，也许我现在比较理解也可以接受，事实上如果一个中立的态度来对待所有的资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因为你不知道不同世代的人他会如何的去来解读这些档案跟使用这些档案。延续一下刚刚的那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困难我可以想象的是，因为刚刚其实一开始议婷就有提到说所有的资料其实是还在持续制造中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当然其实在做档案会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是因为档案通常你只能看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样，然后所以你们怎么思考说，因为的确像不管是媒介的技术，或者是实际上正在发生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也好，场馆的增建也好，它其实都也许有可能会成为不同形态的资料。那你们在做馆史资料库的时候，是否有想说，那要怎么样去应对未来可能产生的资料内容进入这个资料库里面？主要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那除了我们要去回溯第一个10年，就是要想尽办法去想象或参与当年那个10年的资料，我们怎么样再去重新建构给现在的人去看。那我们其实也在关心就是未来的资料，就是一直在想说后面的40年的馆员他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现在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在工作就会变成工作量会暴增，比如说隔壁的典藏库房在盖，我们会很鸡婆的去记录它，就会很焦虑的说，摄影师你有没有去拍？你有没有去拍那个叫什么缩时摄影？那甚至我的同事那个廖春林，他就在他隔壁的位置，对着那个外墙，他就是用他的 iPad 不断的记录，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就是同事之间会关心的事情不一样，你焦虑的事情项目也会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就会觉得说，我必须竭尽所能的记录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了我后面的馆员，为了后面的那个下一个世代。那所以就会很鸡婆的去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例如你现在搜集到的所有的东西，也许现在的馆员因为没有经历我们两个现在的那个我们必须去建构当时的馆史，那所以呢大家的那个急迫性，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就是不一样。因为这个好像馆史或者是文献是放在研究组的架构，但其实每一个馆员都有责任去保留当下所做的事情跟你想象未来可能需要的东西。那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也像种子一样，不断的去告诉馆员说，你现在就要保留你现在手上的资料，你要用什么方式保留你的现在，就是你比如说好我们现在是想象说，我们用过去人的他留下来的资料夹再去重建当时的历史。那我们当下现在的馆员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怎么去收集？
就是当下，其实时间都在流逝中啊。其实现在就是说，只能说2000年后的有 PDF 档，或者是说你所有的，比如说空间设计、你的年表、你的展览的产出，你除了留下专辑之后，你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留给这个馆？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 C-Lab 所有的东西，你是不是有留下一个完整的记录，然后留给下一个，然后进入馆史？那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资料库，刚刚它的最后一题是说那个各个业务单位的工作的相容性。比如说，我们其实会发现说，很多馆务都是叠层架屋，就是这个馆史放在这个官网的一个向下。比如说双年展，它有双年展的自己的那个 link， 但是双年展刚刚的那个文献，它是不是放在双年展的 link， 或者是说它放在研究出版的 link， 或是它放在一个展览架构的 link，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互相的串接？那可能大家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自己要搜寻什么就可以自己搜寻得到。那这个都是线下可能要馆员自己彼此之间要去互相创造一个相容的连结，以便于不熟悉馆务的你们可以去很容易就找得到的。那其实都还有待大家的一个彼此互相可以了解工作的。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问题，如果我今天不是在研究组，我可能不会去帮大家想到，我只会帮自己想到我怎么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那所以其实还有待努力了。这个问题就是会让我感觉到，就是档案中心的重要性啊，就是因为像我们就是依婷有讲，就是我跟依婷，然后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一些大美术馆，像 The Met， 就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然后或者是布鲁克林美术馆，那他们都有所谓的 archives 或者 library and archive， 就是图书文献中心，或者是就是 library and research archive， 像这样的单位。那像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MoMA。那其实事实上它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档案中心，那它会设置一个就是平台，然后或者是说一个公共区一个系统，让各个工作的承办人，因为你可以想象 MoMA 的机构比我们更大，那它就会让这些大家把他的工作项目要求，然后丢到那些资料栏位里面去。那其实呢，就是提供了资料以后，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它需要管理。所以呢，其实有所谓 library science， 就是图文资讯背景的人，或者是档案背景的人，那他就必须要针对大家提供的资料，再做一个 check 跟管理，然后才有办法有系统的可以让有效的让展览史啊可以呈现，或者是说所谓档案可以归档，然后呢，接下来跟查找，所以呢之后你需要碰到什么样的案例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得到。你不需要跟那个承办人要，你就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去找到相关的资料。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自己的最大的感触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心事实上它好像就是不是像做展览，大家都想要做策展或者是做展览，可是它其实就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单位，去帮大家除了建制还有管理，那跟维护。那这个才会让这个馆呢，真正的一个在数位的这个茫茫海里面，他的所作的所为可以被查找跟看到。谢谢两位的回复。那不知道现场以及线上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吗？两位好。有声音吗？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有说，就是美术馆的就是即将上线的资料库是从83年到94年的这段期间。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因为前10年其实是占了所有的展览的40%几嘛，所以是一个蛮重要的时期。然后不过我自己也蛮好奇说，当初决定这10年，就是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是不是也有先做过前期的调研这样子？因为刚好到92年那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变化。
然后我觉得有刚好收到94年，所以看得到这个变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不知道说当时决定前10年是因为首先考虑说可能资源有限啊，所以我们先做前10年，刚好它也有很多展览这样子，还是说就是有做一些基础的研究，然后发现说它刚好在一个转换时间点，所以收这10年也非常有趣这样。谢谢。其实有时候答案会比你想象中的简单，因为今年是2023嘛，其实就40周年。那我们当初在规划说，那一个 decade 是一个蛮方便的计算。例如刚刚在铺陈前面，在这个展览资料库前面，我们一个馆史资料库。那我们第一年其实2018年先做了书目出版，就出版研究，这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你扫描我们所有的出版品，我们的现代美术的学报、年报，甚至季刊这些单篇文章，或者是说专辑的扫描，这个都是最容易做的扫描的事情。好，就是你出版品的扫描。所以第一年是做了文宣出版，第二年就做了刚刚看到的那些有趣的教育活动，因为教育活动比较中性。那第3年、第4年才做到展览，那展览是最难做，所以刚开始决定说你一定从1983往后做，那最容易的就是做第一个10年。那第一个10年那个资料量的多少，我们其实是这5年慢慢去铺陈。那会到了1983到1994资料库，这也应该是这2年的决定，就是说前面已经扫描了这么多的东西，我们决定量真的很多。那你刚刚看到的展览的数量多，那只是数量多，因为那个刚刚的那些图表都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其实大展是挑得出来的，资料量比较多，因为它有拍照。那早年的申请展，其实那时候我们发现根本没有照片，或者是说当时的刚刚思颖有讲，就是说拍照的重点都在于开幕、馆长跟贵宾，比如说国外人士，大家排站。那我们现在想要看到当年展览的一个展场的设计，或者是作品的一个样貌，几乎找不到，因为当年的重点都真的不在那里。那所以其实是很困难。那所以我们也是判断照片比如说你扫描的那个资料量，展览的文宣出版品是最大量，还有就是比如说开幕的一些活动的一些那个照片也是最大量，所以就定夺了1983，本来到1993了。那甚至展览的那个书目资料库还做到96，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有一个本来是想说做到93，后来决定说那因为94台北双年展也是一个段落，那就做到94。所以其实有时候应该是说做一个10年感觉会比较完整。那中间的资料量刚刚思颖有在讲说有一些还未开放，那因为授权的关系可能要用内网的方式呈现，所以其实就是一个10年的资料量比较可以看出前后的发展。因为刚好96台北双年展已经是后面比较当代，你会发现说94之前都还是叫现代美术，当代这个字也是后面比较出现的，就是在94年之前我们还是用一个现代美术的方式在称呼当代。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去解释的。基本上我接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就是94了，所以我其实就是就这10年里面的时候呢，我就是请我们的党管人员统计一些数据，然后我就是整理出一些可能可以发现的趋势。然后我觉得有趣的是说，其实当我们看这趋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思考80年代所谓馆外这些当代美术的一个发展进程。然后其实那时候的确是就是在比较多是在讨论所谓材质，因为原来它有分科，雕塑、水墨或什么，后来它不分科，分成立品、平面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喂，两位好，感谢两位的分享，这样子就非常有收获。那我这里有几个实务面上面的问题想跟两位请教，就是当然我们很羡慕像北美馆能够有这么多年时间，有这么多努力的人来一起营运，让它能够有一个馆史资料库，进而有一个展览资料库。但在还没有这些东西，不管是编制预算或人力还不足的馆所来说，那他想要先把这些资料建起来，那我们除了用一般云端空间以外，我们会有一些困惑，就是实务执行上的困惑，就是
跟以前的资料比起来，现在资料的问题是太多了，实在太多了。那我应该要保存的是哪一些？例如展览来讲，可能是展览跟教育推广可能是最好理解的，因为它有一个成果嘛。那像其他刚刚有看到的，觉得很有趣，像预算的东西，我们到底要不要收，对不对？或者是说像就是这些东西他们不会主动提供给我们，那如果作为一个就是我们要收集资料的人来讲，还有例如像现在最让人困惑是像新闻稿，以前的话有报纸简报，我们可以扫前10年的简报，那现在媒介这么多，那新闻的这个部分我们还要收吗？要收哪一种程度的新闻呢？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到底那些东西这么多，例如像北美馆问题一定更多嘛，不管是别人收证的东西啊，怎样，那我要怎么做去无存菁？我觉得会比起把资料留存这件事情让我们更困惑，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不好意思，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有提及到整理的部分。那我刚才很羡慕说，就是在有不管讲座或怎样，能够有一个资料，然后能够到云端去处理，让大家看这样子。可是那可能如果是研点组的自己的活动，自己的人整理很 OK， 可是其他组的人呢？因为一个馆有这么多组别，那作为一个控制档案的这个组别来讲，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各组之间的传递是更容易达成的？我们蛮需要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的这样子。那这大概是我这边的问题，这样子，谢谢。先回答你刚刚那个预算，其实美术馆1983、84、85并不是没有馆史的一个保存，它其实每一年都会出年报，annual report， 这个在那个国际的美术馆每一家都有，你 MoMA 也可以在 MoMA 的官网上看到。那我们的年报你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它都放在官网。那甚至当年如果我们没有扫描上网的话，图书室也都有，就是每一年都有出一本年报。那个年报其实就是那个馆长跟这个馆所的当年的任务，他的绩效、他的成效、他的成果的展现。好，那福冈美术馆有一个很资深的那个总监叫黑田雷尔，他就是我们当时因为办的档案转向那个研讨会就比较熟。后来他有一年他就发信问我说：“你们那个某一年的预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我就说：“那我就给他一个 link， 就是我们的官网下面的一个年报，年报是那一年。那我们年报里面都会收录每一个组室业务的当年的执掌跟他的成果，那里面还包括典藏的预算。那当然，美术馆的预算它不会放在上面，因为每一年有增长。那它这个东西是一个机构的一个算是机密的文件，它也不可能让你那么容易找到，除非你是议员。所以典藏的业务的预算，或者是说整个展览的大项大约的预算，在年报里面都会有写。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很容易的收录进来，变成一个馆史资料。你很容易就找到说40年、30年、20年哪一年的预算。当然，你只能很粗浅的找到一个很粗浅的，因为你并不是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机密性，一个业务，所以并不是你所有想知道的资料都可以在馆史资料、展览资料里面找到。比如说，你不会知道每一个展览的预算，或者是说你的展览的预算、你的科目怎么花费，你不可能在展览资料库里面去呈现，它还是一个很中性的资料。你刚刚有2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回答你刚刚的问题，然后第2个问题。那我现在觉得你这个问题，我刚刚的那个脑筋一闪而过的想法是，那我处理那个第1个10年还比较容易，因为资料量非常少，对，很容易就发现新闻稿当年就有2种形态，一个是馆员自己写的打印出来，第2个是公关室发出去的，就只有这2种。那另外一种是他可能有一个用手写的，那我们只要把它 key 出来，这个是我们在处理馆史资料的时候很容易处理的事情。那现在的话就是非常多种了，它有各式各样。好，比如说以现今北美馆行销推广组要发出去的新闻稿，它有个正式新闻稿，它会用 email 的方式出去。那你要留下来的资料，那就是那个组员必须留下来的一个档案形式嘛。那现在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官网，我们会有一个新闻稿的发布，就会有个 OCT 档，那也会有 PDF 档，然后它还有一个是
用图片，它的图片是用 Word 档的形式出去，因为它会有图说，它会有发布的图片，它其实都已经有一个管理在，用现在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资讯发布，比如说我们资讯一定要用 OCT 或者是 PDF， 那你这个东西就很容易，你现在的一个，请问你是哪一个管所的？你现在就可以很容易就是用现有的资讯的方式留存下来。那我们现在在官网上面的呈现也会用现在一个资讯流通的方式去呈现，比如说我们扫描就必须有 PDF 档，我们要转成 OCT 档，就要配合现在的一个资讯流量的方式去呈现。所以其实我觉得也不难，就是说你线下怎么保留下来，你就是用这个方式去保存。那你一定有一个中央的控制，说你不可能有各式各样。那如果你用行销的方式去想，那个公关它留存下来的，除了新闻稿，各个媒体的报道，它也要去用它的方式去留存。那你如果说，比如说镜新闻、镜周刊，或者是说中央日报，那各式各样的 link， 那你只能用截图的方式再用 PDF 的保存。比如说典藏金，它那个ArtTouch， 它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在做知识平台，所以我们也会刚刚那个知识平台，我们也会去参考别人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我有时候会 complain 哪一个那个媒体，它的那个，例如我是研究人员，我当然会希望有它的 Word 跟 PDF 跟那个，但是你要从你的电脑上面要去下载的时候，你要转成 PDF 档，它有很多广告是你不要的，或是你根本就溢出边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家媒体要去自己去自我反省吧，因为我觉得很难用，那我可能会只好另存新档，拷贝成 Word 档，再加上它的图片，去做我自己个人的研究的留存。所以我在觉得大家的媒体难用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在反思，我们北美馆要被别人下载的时候如何好用。那这就是我们去设计我们刚刚那个知识平台，我个人最 concern 的就是你那个 PDF 档当然就是很漂漂亮亮我杂志的长相，但是如果是网络文章的形态，我的图片编辑应该是一张好用，还是2张，还是说用一个照片库的方式，去让大家觉得说这是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下去浏览我们的知识，那就是各个单位自己要去考虑的。我想那个其实就是你的意思，可能是说，就是不同部门之间要如何去汇整这些档案。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同仁都在执行业务嘛。那执行业务的话，最终其实我们自己可能都还没有做到，就是那个总和大家的那个成果。其实就是你可能最好要把你最后的那个 final list 啊，或者是你最后的出版啊，我只是举一个活动为例好了，然后它可能涉及到不同的组室。那公关行销的话，它就会整理成一个 list 啊，它除了它的新闻稿以外，正式发布、对外发布的，那还会整理一个 list， 有平面的啊，有电子的啊，有那个平面影像的啊，有电子媒体，然后还有对，就是各种不同媒体之間已經有在回饋報道的那些，他會整理成一個大表，就是成果啊，就是總和的那個成果。其實看你可能要訂定一個管理辦法啊，然後讓大家都可以再習慣啊，然後呢就是工作已經很累，你還要把它整理出來，最後交出來這樣。對，這個然後還有人 check 啊，你有沒有交啊？對啊，就是這些那個就這是一個管理辦法的問題啊，我覺得。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要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作为馆员的自觉啦，就是说你到底希不希望自己的工作绩效变成一个成果，然后留存给下面的人去使用。那所以还有待努力，因为我们现在做馆史，现在想起来可能比较容易，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你前面的人有留下的资料我们才做，而且是要很中性的，叫做资料库，我们不做任何价值判断。那刚刚因为他或者我的同事因为觉得这些资料，其实资料就只是资料，你如果没有去运用或者是去思考或者去分析判读，那它就不会有作用，它就只是一个资料。所以刚刚他的那些图表或者是说我的同事去做成一个档期表，都是
因为有感觉，然后因为我们过去的训练，我们觉得说这个可以去做一个研究的主题，才会有一个知识的力量。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研究跟判断跟产出。那所以你刚刚讲的说，那现代人我们要留下什么资料？我自己就在想说，我就一个展览为例好了，我可能要留下我所有，因为你在一个研究一个展览的过程中，你有非常多的一个分析，但是你最后的呈现还是比如说展场或者出版品，或者是你的影音，你的一个发布出去的资讯，或甚至你的受访记录，那个都是 final 的。那现在就比较好留资料了，你的出版物实体的、虚拟的，或者甚至影音的档案记录，甚至专辑，那就最简单的好了。你现场的展览，例如展了200件，你的专辑也有可能小规模只收录100件。那所以我们在回溯40年前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说，你没有留下一个作品清单，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几件。遑论说现在很容易换展，就是说你展到中间，你又发现了什么东西，你又补上去，你根本就偷偷的在换你的作品清单，那我怎么会知道最后的 final？ 所以其实还有待说有新的馆员，或者是说我们将来我们的2个的责任啊，就我们比较资深，讲话比较大声，那就拜托各位馆员，你就是现在你最后一定要做一个绩效或成果，然后那个东西不是因为了要考核你，而是你衷心的希望这些东西是留给后世的，就是你至少现在先做好自己，你将来就不会后面的人去做你现在做的工作，而且还做一半，就是不成功，或者是说不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想望。我也稍微那个回复一下，就是说以一个研究员来讲，外部研究员来说，我其实会很贪心的希望你们什么都留，因为你真的不会知道说哪些其实对后面来讲是有研究意义的。然后例如说刚依婷提到那个作品清单，就是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正在做的高雄阿普画廊的档案里面，它其实就有很多作品清单。这个作品清单它不是说只保留了我最后展出什么作品，他们甚至保留说我一开始我其实要打算展谁谁谁的，但中间因为什么样子的缘故，所以哪一个作品没有展出，哪一个艺术家没有来，哪一个展览被取消了。然后这些东西是如果我们只用一个结果论来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反而是很多研究的一个乐趣，或者是说如果我们要讨论更细节的展览史的时候，也许反而是从这些当时可能看起来一点都不重要的资讯里面留下来的。然后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刚刚因为讲到预算嘛，预算到底要不要留，我其实觉得光是预算的项目的定比例的分配，它其实就是一个蛮值得做的一个艺术研究。那我自己猜想啦，因为现场应该已经有蛮多人知道说，因为当年那个2号公寓在在北美馆参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个火灾。这个火灾的事件是导致后来据我理解啦，是说那北美馆开始检讨说，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提供给国内的艺术家参展的保险这件事情，那我想它一定就会反映在之后的预算表上。也许并不是所有人对于这个事件的认知都是从北美馆发生了在展场里面发生那个火灾事件开始的，它也有可能是我先看到这个历年的预算表，发现里面列了保险的预算，或者发现里面开始有列什么约聘人员的费用啊。其实我觉得不同的资料的进入，它其实可以开启的是不同的研究的视角，所以我也是很希望大家可以把那个预算尽量保留下来。这样好，刚刚这个尚玉，好，就是首先还是非常谢谢2位组长今天非常一个精彩的一个分享，而且就看到北美馆一路以来在档案今日上做相当多事，相当不容易。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会想要跟2位组长做请教。第一个地方是刚好提到说，在收集这么多资料，其实还是要透过研究才能让这些资料具有意义。所以我很好奇说，在北美馆的规划当中，是否会有就是将这个对于所建制的档案做
怎么讲常态性的一个研究计划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然后像这样子的规划，也会蛮好奇说，在你们比如说到美国去做一些文献中心的参访当中，这些文献中心是否有这样的规划，还是他们主要就是去管理跟建制这些档案？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也蛮好奇，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北美馆也有在建制所谓的艺术家档案，然后目前比如说有包含4位艺术家，然后会想要多了解说这一些艺术家档案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内容。因为像很多的艺术家其实在国内各个馆，或者是可能在更大的可能像文化部的一些资料，都是会有重复的一个艺术家。那北美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如何跟大家区别，以及是彼此分工的一个状态。那最后第3个一个小问题，其实我自己一直相当对于一个馆的一个发展其实相当有兴趣。就除了这个馆史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像口述的一些资料，但在口述资料上面，其实大部分来讲看到都会是比如说是馆长，甚至是策展人、艺术家等等。可是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像2位组长其实都是在北美馆有相当多的一个经验。其实馆员很多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体会，然后他们见证了一个馆的一个发展，但这些馆员的一个声音，其实我会很期待他们也能在未来的研究者当中会有一个路径可以去看说，这些馆员们是怎么在想他们在机构中的角色以及任务。我先顺着那个尚玉的提问，就其实刚刚我也是在思考说，因为在我们自己AAA 做一个研究典藏计划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会做蛮多口述历史的访问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并不只是单看资料，你还要知道说，就像例如说，其实上一次我们有聊到说，当时我们说机构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也许是当时的哪一个馆员跟哪一个团体或者是哪个艺术家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或渊源，这个渊源是不见得真的能够在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跟历史里面反映出来的。所以也是研究刚刚问题是说，延续刚刚问题是说，像这样子对于资料的研究，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计划，跟是不是如何呈现说馆员或者是个人的在这些资料里面的角色？我想倒着讲好了，会比较有记忆。其实馆员的角色，坦白说，我个人其实很少出现在公众像这样的机会。主要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工作伦理跟机构伦理，还有就是说，我对于我工作的内容，我到底能够对外陈述什么？比如说，机构里面有发言人，那或者是说他有公开的活动的时候，它是有被允许的，就是你能够讲多少自己工作内容本身。所以我虽然工作这么久，我很少答应我的同学都在学校当教授，说我到外面去做我工作内容的分享，比如说我怎么办展览，那我的预算是怎么样，我如何去陈述这些。那今天能够分享这么多，主要是也觉得说展览资料库要公布了，所以能够把一些自己的工作经验带进来一起分享。不然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些馆员的口述历史，我个人真的很难想象我们如何能够代表机构去发言。这是第一个，因为北美馆够大，你如果是一个小机构 AAA 或者是 C Lab， 我觉得组成分子少，而且它相对自由。那对于一个北美馆机构，你看嘛，大家现在就是社群媒体，就一点点小的事件，它都可以变成一个机构的危机。所以馆员在这个部分，我个人来讲，我是戒慎恐惧，所以我不随便发言。那通常我也不随便去讲自己的机构怎么样去做事情。也主要是还是有一个对外的发言性。你如果是主管，他比较容易，就是已经被赋予这个任务，他比较容易去讲述一个大方向。但馆员的一个历史，这个确实是要被授权的，我觉得啦，在机构里面它会被授权，否则你就会有各式各样的150个馆员有150个想法。那其实这样是，如果我作为一个管理者，我是觉得不妥。如果我是作为一个主管阶级的话，这个还是要稍微有受到控制，除非是他是经过被允许可以发言，或者你去陈述一个什么题目。倒着讲是这样。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做这个资料库，就是前10年的时候，我记得事实上的确，因为它太早了，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还没有进北美馆，所以呢，对于这些所谓办展的话，我记得有访问一些当时的承办人啊，然后去问他一些就是他们怎么样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属性的展览，它到底是国际展，它还是邀请展，它还是怎么产生的，还是调办展，然后之类的，然后。但就是大概是会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来去了解这个展览的它的一个来龙去脉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关于馆员的部分，我们还是就是在对外上面的话比较多的话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这是策划问那个同仁，可能他策划这个展览，所以他就可以去，当然他可以侃侃而谈，他是怎么样去构思一个展览的策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访谈的一个部分啊。那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其实大家还是就是就这个对象，就这个档案的对象，然后来去，因为他有参与，然后他有去，所以他了解，所以他就可以去谈他的经历跟他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个后来还有问到，就是说我们未来会不会做一些档案研究？那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其实我刚刚讲到，事实上档案它其实我们把就是实体数位化以后，我们也要把数位实体化，所以我们的确也是会在一个就是像就是聚焦一些某些重点，然后再去发散这个议题，然后让这个就是这些档案呢，它的重要性可以就我们的研究跟观察，然后能够再度的在不同的世代里面有新的一个想法跟面貌出来。这样，所以我们可能之后也还是会去找一些比较有经历过就是前面的曾经参与的这个以展览史来讲，他曾经参与者，然后我们也是一样会持续跟程序的来规划一些可能相关的主题，然后就是譬如说我们这样分类到底恰不恰当，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里面再去找到一些延伸的主题，譬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列出来叫做艺术家回顾展，我们放在我们的再开一个栏位叫做研究的一个项目，然后来对过去的展览再做一些讨论，这样。那就回应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刚讲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延伸，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分类，其实有一个我自己有兴趣的题目，就是艺术家个展。因为你像早期申请展，很多都是现在重要的艺术家已经办回顾展，例如我办过的苏旺生回顾展，他当年1986年就有申请展。那当年他们在30-40年前都是申请展。那我再回去过去捞，比如说我在做回顾展的时候，我就会想知道30年前、40年前，这位艺术家是年轻 emerging artist 的时候，他申请展的资料留下了什么？那其实我很失望说找不到，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嘛，就申请者在那时候是最不重要的，他的馆的资源都没有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只是申请展艺术家，所以这个就会调整到说我们现在在回应，我们现在在帮这些所谓的申请，这个我们不叫申请展，我们叫艺术家个展，我们就会投注最大的范围，就是当年没有的资源，现在都会一一补足。就是说，这个也是历史的演进啊。就是说，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展望未来，我们希望给现在的 emerging artists 最大的资源，就是说该有的都有，只是说你在大展跟小展中间预算的分配啊，人力的结构当然会不太一样。那好，回到刚刚就是说，这个资料库其实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阶段性的任务。刚刚讲的那10年 decade， 然后能够铺陈的授权的都先上去。接下来我们就希望说，今天我们愿意来这边讲，也是因为希望说，有更多人知道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都是幕后的。那也希望说大家会觉得想要使用，那去回溯过去的历史。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咨询的顾问在帮我们看这些后台，有资讯专业的，也有比如说国图的，或是国史馆的，去帮我们看这个资料库的科技方面的这些栏位设计或什么的有什么不适合的。那我们也有过去的馆员帮我们把关，说他们当时是真心参与这个历史。刚刚他讲的就是我们会去口访这些人，当然这个都是没有正式记录，就是你如果要一个正式的访问都是很 serious， 就是你还要
保证自己记得的是对的，那其实很难。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去问说，哎，这个怎么分类的时候，他们也只是约略大概记得是这样。那我们自己还要透过实际的那个比如说史料去查证，他们记得当年的资料是不是这样。那其实也只访问了一些人，并不是全面性的。其实早年的那个筹备处的时候，连倪再清都还是筹备处的官员，高千惠也是，但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所以其实北美馆有相当多现在都还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师长，其实当年都是北美馆的草创时期的一份子。那刚刚讲的就是说，艺术家这个栏位也是我们很有兴趣知道，他没有办法再呈现在刚刚讲的这些大项、4项、5项里，是因为他当年还是比较庞杂，然后又是申请展的系列。那当年也有邀请展，比如说早年的前辈艺术家李梅树、杨三郎、严水龙这些，或者是在李石桥都是有办回顾展，因为他们当年都在那个时刻都还在线上，所以你不会叫回顾展。那去世的，比如说李仲生才会叫纪念展。所以其实在40年前，这些分类都还是有效。比如说赵春祥，后来现在有办了回顾展，但当年他也在本馆有一些展览。那这些记录，我在做现在的研究的时候，我对当时他们的过去就会很有兴趣。可是留下来的资料确实是不够多，也不够详尽，但总之是一个轨迹。那回过头来，我就会觉得说，也许我们这个资料库下一个阶段就会去整理它的，比如说前辈艺术家日治时期的，或者是说战后的这一些五月东方的，那或者是说再晚一点，比如说到了廖修平老师陈景荣老师这些师大的美术系的，这是一个。然后再晚一点就会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现在在办资深艺术家回顾展，例如江贤二，例如董阳孜，在90年代、80年代，他们才刚开始是中生代，可是到现在已经变成是资深了。所以有这些不同的类项，当年他们的发展在我们的馆史资料里面的记录，我们也是希望就我们个别的兴趣，就是会去把它爬梳出来。那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艺术家档案，其实这是一个偶然，就是说在做馆史的时候，艺术家档案也很重要。那我们怎么去提炼出来要做不一样？那基本上我们会 focus 在我们做过的回顾展比较大的，然后资料量比较多的，比较成熟的，而且你会发现说这4个艺术家都是去世的，因为确实去世的艺术家比较好做，因为你现在的艺术家他觉得他不要办回顾展，他的展览不要叫回顾，也不要叫纪念。那所以可能会比较针对我们那个时间点，我们想的是去世的艺术家比较完整的资料，而且是家属授权，因为都已经去世嘛，那家属授权，而且是北美馆办比较大的，比较有资料量的，那先推出这4个做测试。那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是授权的关系，你只能来透过申请，然后在美术馆的内网的桌机上面浏览，而且还不能下载。所以后来在因为申请的人少，而且你要到图书室来才能够看得到，所以其实在使用上面还是有局限，所以其实我们就暂时停止了这个计划。所以艺术家档案这个并没有在后来资料库里面去呈现，主要是它还是有困难度。但是我们未来还是会继续思考说，如何在我们的过去的馆史资料去发现刚刚我有兴趣的这些，比如说你资深的前辈的中生代的，甚至现在正在活跃6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些重要的艺术家，他当年的轨迹，比如说袁广明或是王俊杰或者是高崇礼，这些有没有都已经慢慢在不同的阶段去整理出他们的一个艺术家的档案。现阶段只是说要怎么去有效的去实践它，而且要有一点中立色彩，就是你为什么只选了这4个不选其他，其实就是有一些很困难很难实践的可能。所以这个还有待日后，我觉得就是逐步啦，就是说现在是一个馆史资料库转化到展览资料库，而且才前10年，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做第2个10年？那所以艺术家档案是不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未必，那但是是透过不同的一个方式，我们有这么多的平台都可以去解决刚刚大家所想要的，主题式的也可以，或者是说阶段式的也可以，就是有不同的方式去达成。好，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
一个提问？不用吗？哦，好，后面有那个，我想要问一个有关于，就是回到档案物质本身跟它在建立到数位化这个过程的一个问题。就因为管史档案或是我们收到的档案，它介于艺术品典藏品跟博物馆就是美术馆的所有物之间，就它我不太确定它在馆内会不会受到像典藏品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库房的保存的一些规则，比如说不能带出库房，就是文物或是出库一定要会有一些借展的一些规范嘛。那相较之下，我猜档案并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档案的保存这件事情，它是不是就会比较容易被忽略或是什么？然后不确定，这个问题是想不确定说两位在比如说在出国去参访的时候，看看各个机构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档案保存的一个看法或是一个看到的想法。第二个问题是。纸质档案在不管是纸质或是一些胶卷这类的档案，它在数位化之后，因为我不确定我有没有看看错，但原本这些档案会从各个部门就是被调过来到档案室嘛，那他们在被收集跟分类的过程会是依照不同的，比如说这批档案是展览组的档案，那这批档案是比如说会计师的档案，这样子去分，还是因为后来看到在网站上会是以展览的方式去整理这些档案嘛？那它会不会在物理上这些纸本会不会再经过重新的整理，或是它就是它在实体档案室到底会是长什么样子这件事情？也会关于到假设我们之后要调阅到这个档案的实际纸本的时候，那到底就是要怎么去找到它这样子？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有档管人员，档管人员就会好。我先讲说，因为典藏的部分不在我们讨论之内，因为典藏 collection 它有它自己的管理办法。那基本上档管跟典藏的管理其实差不多，只是说他们是比较一个正式的编制，我们都还在一个筹备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你所有东西物件进来，其实我们的档管人员都有一个大表，它有一个代号。那当然是这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嘛，因为所以我们找得到东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这是有一个分门别类。界门纲类科属种，就是说你一个图管系统，它就会每一个物件都会有个代号，那它会有一个大表单，所以它是经过一个不同的一个 filing 的整理，然后它会有一个数字，每一个东西都会有一个数字，所以它大表单里面它会有描述这个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它是一个纪念品，还是说它是一个文宣，它是一个新闻稿，还是它是一个专辑，它是出版品，还是一个影像幻灯片，它都会有一个号码。那因为有不同的分类，有不同的号码，所以其实东西不难找了。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很快的补充一下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因为典藏它是属于作品的这个系统，所以呢，事实上我们这边我们在做馆史的时候，我们并不包含作品跟艺术家的文献。那我们这边其实是比较收的呢，其实是馆内已经发生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各式档案，就是影音啊，然后有 paperwork 啊，然后还有大表清单啊，然后整场照片啊，然后这些的。那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然后而且因为我们现在空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也不太能够像国外他们其实有收实体档案，然后他们还有捐如果是图文中心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有这种专题，譬如说织品，像这种类属性的，在我们这种小小美术馆是不可能的。然后而且我们空间很有限，因为就是原来的
是后来才你看2017年才成立了一个，才有档案人员进驻。所以我们空间有限的状况下面，我们先处理的是数位档案，我们现阶段那就是把一些先让这些纸本的东西或者是不是数位化的东西，先把它转成数位化，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先保持以数位的方式保存下来。那实体的话，当然就是他们还是在一个合不很适的状态，但是不开放，也不调阅，这样，这是我们跟国外机构不一样的地方。我可能稍微改变一下问的方式好了，就是我想他可能好奇的是说，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有这么多公文嘛，然后这个公文有可能是从展览组调来的，研究组来的，所以那你们比如说在保存这些公文的时候，你们是依照说公文我全部放一堆，还是说展览组的公文一个，然后行政或是什么组的公文一个？就是实际上当他们变成档案之后，你们的归档方式大概是什么？因为这个比较不像图书馆里它有一个正式的分类，这个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馆史，所以它纯粹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结构在分类，我们自己会有个内部的结构。那当然比如说教育的，它就会有分教育的项目，展览有分展览的项目。那它如果是公文，行政的公文，比如说有一小批是属于早年的从文书室过来的公文档案，那但是为什么我们把它收到文献中心？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是当年的一些跟展览的记录比较相关，像我们现在所有的新闻稿的产出或者是什么，我们不需要签成公文，那可是早年可能是在40年前它是需要，那它就有这一类型的，它比较不具文书的功能，但是它却是很重要的展览史的功能的，我们就请求把文书室把这些东西纳到我们的文献中心里面，这是经过一个正式的程序，那这个部分就会独立处理。所以其实结构上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就是其实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思维，因为是我们的馆史，我们自己可以去定义它，这一批是出版品，这一批是专辑，这一批是纪念品，这一批是幻灯片，它自己有自己的物件，物件本身再转化成档案，它有个编号，所以物件跟事件中间它其实不难处理。你这样有没有回答到问题？因为它在库房里面就是很清楚的，库房里面就是物件嘛，就是有收过来的东西。所以那话说回来，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属于馆史，现在大家还在使用的还是留在各个业务单位，所以并没有纳到文献中心的范围内。所以目前只能想象说，我们现在收的都是30年前的东西，可是现在的比如说大家要用的东西都还在各自的库房里，并没有过来了。过来的话，就会我们要求的会是用数位的方式。我是非常很期待看到就是资料库正式上线那一天，然后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现身说法，抽空来分享你们的经验。然后我在想，要不要趁现在稍微再跟大家就是工商一下资料库上线的时间，以及是不是有相关的活动之后。我们预计上线的时间是年底，就12月的时候，就是配合馆庆之类。因为我们也应该是由我们的 PR 去帮我们做宣传，所以他应该会有发新闻稿或者是在官网去宣布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线。那时候真的很欢迎大家去试用看看，那也不吝给我们意见跟指教。那个不把上线日期说死是一个很有智慧的选择。对，好，然后再次谢谢两位，然后也谢谢现场的各位今天来参加，然后我们就大家再掌声感谢依婷跟思雨这样。好，那我们的活动就今天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